AI 的东西是最好放在东南亚这些地方。所以其实，在人因管理的工具上面，其实对东南亚的帮助，老实说可能会比在城市的工厂更大。今天欢迎 Holman 来到 Power Talk。那在访问 Holman 之前，想要问一下，Holman 在 Power Arena 主要扮演的角色跟主要负责项目有哪些呢？我主要是负责在做 project management， 在销售那一部分。其实，在过去1年的时候，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中国以外，譬如说去了墨西哥啊、东南亚啊，看到很多不同的工厂，也要去处理很多，比如说 EMS 的项目啊，也有跟不同地区的 partner 去处理一些工程里面的我们的 solution 这样。OK， 我知道 Holman 其实上周才从越南回来嘛，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越南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事情，以及那边现在工厂运作状况是如何？所以我上次去了这个胡志明 City， 对，现在他们那里很多人， okay， 很多工厂都搬了过去，可能是很多不同的问题吧，譬如说中美贸易战，因为我在哪一边有一个美国的客户， okay， 所以过去可能一个新的项目要开始，所以我们就过去了吧，开始准备一下事情，然后就看到很多台湾啊，也有香港啊、美资的工厂，就投放很多资源在那一边。他们那边有很多不同的工业区，工业区里面就很多的工厂。通常在市中心离开大概1个小时吧， okay， 坐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okay， 像他们这样。懂。那Holman 这一次有进去工厂里面的产线？有。OK， 那你怎么看它里面产线跟可能在墨西哥啊，或者在台湾或者在大陆，还有什么样的差异啊？比于大陆跟台湾的话，外国的产线真的没有大中华区的跑得那么好的。OK， 他们可能的这个经济生产还是有进步的地方。因为很大的问题是很多的他们的工人他是 operator， 对，是比较新的，他没有什么很多的经验。OK， 人是很多，经验就不够。那所以现在他们最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要提升产量啊，提升这个 efficiency 这一部分了。OK， 那我知道 Holman 这次在越南其实跑了很多不一样的工厂，或者是 partner 那边。那现在工厂你觉得他们主要遇到的问题或挑战会是什么啊？当然呢，第一就是这个工人的他的训练呢，训练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在他的workstation 哪里呢？ Okay， 第二就是如果一间工厂来说，他们的人流的管理啦，这也很重要了。最后就是要他们明白每一条产线怎么去做这个优化，这部分他们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来的。OK， 那所以主要是人员的管理跟优化。还有我看到很多管理那一部分呢，可能是经理以上的人，他们可能不够。对于 IE 的工业在 IE 的认识也可能不太够，所以这一部分也要加强哦。懂。那他们现在是寻求什么样？就是可能是 HQ 的帮忙，还是大中华地区的管理层过去帮忙，还是他们有想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协助他去做一些？通常我们看到，如果是大中华区的，都是会派很多的人从台湾啊、大陆啊过去那一边去开启工程去管理这一部分。OK，但是如果外国的工程，可能美国的公司，他们就比较喜欢派人过去训练好，他们就离开。OK， 就像不一样的做法。然后现在也有我看到一些工厂，因为他们可能在内地已经导入了可能一些比较系统吧，一些新的科技，对，然后他们在用这个科技就放在新的产线在东南亚那一边。OK， 所以主要分成可能有些应用它其实可能在美国或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它已经导入成熟了，对，然后就把这套系统直接放在东南亚。对，因为它原本在可能在大陆啊这些地方，他们已经有原本知道它的产出有多少。对，当它同一条产线做同一样的东西，到那个越南的一边，它的产出可能减少了20%-30%这样。OK， 但他们就很害怕，那要怎么做呢？他就用一些科技来抓一些 data 出来，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改进，它可以去这样处理了。哦，所以其实，在人因管理的工具上面，其实对东南亚的帮助，老实说可能会比在成熟的工厂更大，因为你进步的空间更多。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后面，因为我知道你这次过去越南，主要是有一个计划在谈嘛。那你觉得就是在跟中国大陆或在墨西哥或台湾比起来，它在整个专案的执行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啊？对越南那边来说，他们真的没看过很多科技，他们没有看过。OK， 然后他们主要就很兴奋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以前他们主要是导 MES 最基本都会导 MES， 但是当他们看到譬如说AI 的产品的话，他们说哇，这些产品真的可以协助到我们吗？ 他们就很开心。当然，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导入过嘛，对，要学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花多点时间，可能飞过去多一点时间，跟我们的窗口去沟通好了，每一步跟他做好导入好的，然后再给他多一些服务，再达到好的 data 出来，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说怎么去改善这个产线起来了。那如果要导一个 AI 的项目在东南亚，那你觉得在当地的厂商他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有需要什么样的对应窗口来跟这样的 solution partner 去做搭配呢？其实这一部分老实说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也有自己的 partner 在当地的，譬如说金豆的 partner 啦，烟体的 partner 啦，譬如说AI 的 annotation 的 partner 啦，这些我们都会准备好，所以到时候我们都是希望给一个叫做 total solution 给客户。OK， 然后到当地的时候，我们已经有 partner， 然后带他们一起进去，就做这个应用出来了。OK。了解，那想问一下后面就是你怎么看，就是视觉对整个产线的管理它的重要性，或者是 benefit 在哪边呢？其实在这个视觉的应用的话，最主要还是在人流很密集的产线里面。那当然东南亚跟大中华区一样，都是人流密集的地方。如果你的产线不是很人流密集，可能你不会就放在东南亚，因为你去东南亚就是因为你要一个便宜的方案做这些事情出来嘛。OK，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东西是最好放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因为我看到产线都是比较多人的，可能一个产线可能有15、20个人，但是他们有几百条产线这样。所以然后AI 的好处就是说如果看一些最基本的，如果说cycle time 这些事情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可能放进去导到大概1个月以后，就已经可以抓到 data 出来，然后就可以开始做这个记忆生产这部分。OK， 你观察到他们会怎么使用这一套系统跟工具啊？他们会怎样做的？他们拿到 data 出来了，然后因为以前IE 的人没有很多 data 出来嘛，对，现在已经有很多，可以然后就很快就看到每一条产线哪一个工站就是瓶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可能今天抓到瓶颈，明天就已经改产线，就重新用 AI 去看这个 data 出来，然后就可以尽快的改。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果出来了。哦，所以其实可以加速他在做改善流程跟提升产能。对，这个面向。懂。那我想问一下，其实 Homan 除了在越南之外，其实你也看了不少在美国或者是墨西哥的工厂。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美国跟墨西哥现在的状况。其实老实说，美国如果很多就是说很多人的生产线是真的没有的。OK， 主要是可能人跟机器的产线在美国比较多，但是墨西哥应该是跟东南亚差不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产线，譬如说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那里是非常的多的，然后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东南亚的产线主要都是做可能说 EMS 比较多， OK， 但是墨西哥的是做汽车的比较多。对，现在看到越来越多EV 就是电动车 electric vehicle 那一种非常多，因为可能美国是一个很大需求的 market，所以很多的东西就在那一边去生产了。懂。那后面你看 EV 这整个产业或工厂，你觉得他们比较在乎的东西会是什么
他们比较在乎，因为其实 EV 很多人都以为是那个电板最重要，对，但是其实做汽车是小零件是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人以为这部分是很简单去处理，但是我们在墨西哥有个客户是做一个汽车的小零件，对，也要10几个人的一个生产线来处理，哪一些也需要看一些瓶颈用 cycle time 去看瓶颈这些东西出来的。OK， 那他们在品质会是怎么样的控管模式他们都是用一些AI 的方法去看然后也有加上他们 MES 也有可能有些时候也会用在 IoT 来处理了。了解，因为其实之前有一些在台湾的客人他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车用电子，其实在生产履历跟生产流程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假设他可能每个工站都有在扫barcode的动作，对，然后去记录他的 series number。对，那他觉得可能 Powerina 可以帮助他们，主要是影像的串接，就他可能在 function test 发现错误了，对，他也有所有的生产履历，他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影像，很快告诉他，当时哪些重点工站他出了差错，对，懂？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在墨西哥或其他 EV 工厂也有遇到的？也有遇到，然后另外问题是说，有些时候如果你用scanner data。也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 ，OK， 因为有些工人可能他喜欢在开启就 scan， 有些工人可能在完成才 scan，OK， 你的 cycle time 这个 data 已经可能有很多 noise 在里面，用 AI 的方法就没有这个问题，用 AI 方法都是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地方开启，就看到地方他的手怎么动就可以抓这个 cycle time 出来了。了解。我想要请问一下 Homan， 就是在 AI 视觉那它有些应用它可能是已经倒在成熟的工厂或新的工厂，那我们观察在东南亚或在墨西哥，其实很多新的工厂慢慢在做一些优化或者是产线的建立。那你觉得这个应用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 benefit 呢 ？OK， 简单说吧，因为到新的，譬如说东南亚新的工厂来说。他们的产线是全新的，所以全新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数据出来 ，OK， 不知道它的产线怎么样，对，很多都是估算出来嘛，对，所以现在导入这个 AI 的时候呢，就可以抓到很多不同的 data 出来，然后很多时候IE 的人会想应该可能这个是30秒，这30秒的 cycle time， 对，可能最后的跟他的想法是不太一样，AI 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样，然后用 AI 方法去再导入，然后就是最重要是 AI 有数据以后，因为这个产线还是新嘛，对，所以它改善的空间是非常的大的。OK， 那所以其实就可以在新厂建立的时候，他就导入这样的工具，然后让他们的人员很快熟悉，新的工具怎么去 benefit 它的 workload， 然后以及或者是它可以让这个流程更加的系统化，对。还有可以更快的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啦，譬如说他可能现在因为我上次去那个产线，它是星期1到星期63个 shift 的，3个 shift 24小时都在 run。OK， 可能今天第一个 shift 跟明天的第一个 shift 可能是不同的人来，这一部分也可以用 AI 的方法知道每一个工人他的产出是怎么样。OK， 给他们，然后如果觉得他可能有事情没有学好的，就可以尽快给他多点训练，在这一个工站怎么做这个事情。OK，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更快的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做改善。那后面以你的角度，你觉得 Powerina 主要会 benefit 哪些部门跟相关的负责人吗？其实当然第一就是 IE 团队很重要了， Okay， 因为在工厂里面每一个 IE 都会管理一条产线。对。然后第二就是管理层，很多时候管理层他的工厂有很多地方都有，他可能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工厂，现在越南有工厂，他可以现在用我们的系统的话，他可以很快的可能在一个电脑上面就会看到2个地方的他们的产出怎么样，他们的 cycle time 怎么样，然后就可以他不用在那个工厂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出来，然后就很快的知道我就管理的工厂的是什么样的。OK， 那对现场在做产线管理的领班呢，这个应用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是 line manager 嘛，他就可能在看到这些事情，
就可以在下一个 shift 以前已经可以做改动了。OK， 因为我们的数据可能大概在1分钟以内已经有的了。对。然后他可以在工厂里面的他自己电脑看到我们的 dashboard， 看到这些东西，立刻就可以说不如我们改一下小的改的，可能东西放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就可以加快这个 cycle time， 这样也可以很快做一些改动。那导入这样的系统对 operator 来说，他会不会有一些反感或反弹？其实是没有的。老实说，当然时候很多人以为镜头会看着他们，对，其实我们镜头不是看人的。如果你有机会看得到，我们镜头是有看的手而已。OK， 然后镜头通常放在头上面很高上面，都不会看到他也不感觉到有镜头在他旁边这样。OK， 其实对他来说，很多的工厂也会付给什么奖金给一些 operator 的。OK， 如果他做多一点，他的奖金会更多。其实如果他知道我们的系统是帮助他拿到多一些奖金的话，其实他是很满意的。OK， 所以其实对于工厂官来说 ，AI 其实是一个工具跟系统，对，然后就看你怎么使用这套工具跟系统，让整个管理或文化更加的符合公司的目的。对，好啊，今天谢谢 Holman 这边跟大家的分享跟交流。那在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做一些交流的？我想说就是很多人以为导入新的科技是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可能第一篇是比较辛苦一点，要花很多时间处理很多硬体这件事情。但是当你导入一篇以后，你看着再出来的话，以后就会比较容易去管理这个事情了。好，那今天谢谢 Holman 的时间，谢谢。谢谢。